好，那么南投2个立委罢免补件，原来马文君是没过了油耗差100多票，当时我想差100多票应该会过，那现在呢说都过了所以呢马文君跟油耗都呼吁要坚守民主精神，要投票要投，不同意不同意，很多人搞不清楚要怎么投因为一般去投票都是我要选谁我选谁嘛，那现在不同意那另外呢这个说油耗差185份。罢团说呢，送了2646份马文君说呢，以后会有更多的奥博，因为中选会，他们的中选会呢违法越权去保护罢免他们就是南投这个选委会出来案子，中选会这个不合那个不合，剃掉一堆了那这个，但是呢剃的人家补件又远远超过你剃掉的，而且地方剃掉和中央还有意见。所以这个不该剃，那个不该剃，又把它救回来一些，反正中间就搞这个，所以这个马文君就很气，就是你中选会你是凭什么意思？地方已经审查过，你干嘛有说地方这个不合规定那另外呢，这个罢免苏巧慧跟吴其明的团队说2阶段不送件了，为什么？因为没有达标没有达标所以呢，你看那边南投人家就超过了，那新北呢就是没达标那另外呢，新北市的主委国民党主委黄志雄说有一定的差距，所以就不送了因为呢达不到这个2阶的需要的这个门槛那另外呢，这个绿营说呢，这个罢双吴这个不可能投票，所以呢要正式开战就正式到最后可能是31比0、30比0、28比0、25比0，反正到现在为止看起来。国民党这边要罢绿营呢，本来最有机会是吴佩仪跟吴思瑶这边，另外说周立文说2个原住民，看来原住民现在不行了，然后呢，这吴佩仪那边大概也有问题了，那吴思瑶这边还差5000票，按照昨天赖以任的讲法那柯建铭说，哎呀，不要扯了，你们已经到北风北的，什么叫北风北呢？他们说打麻将是最后一把那现在是垃圾时间了所以呢，你们这个他已经跟傅昆萁还有跟王宏威表达。说你们来日无多了差不多了在立法院不可能再罢免，就不会过半了等等那另外呢，嘉义地检署今年搜索国民党的嘉义县党部，因为说他们罢免陈冠廷的案子呢，也涉及不实的联署那到底什么是投票？柯建铭说2个一个7月多，一个8月23吧。那说可能7月就会投票，所以呢，民进党要直球对决国民党那国民党现在可能是0但民进党多少现在不知道，我们看一下。在今天，我们正式的完成补件，并且送出了2646份的联署书，那是我们原需补件数量的超过了1400%。罢免国民党立委油耗团体去无除垢，第2阶段联署书还需补件185份，没想到4号前往补件时，缴出了2646份联署书，14倍奉还。再一次呼吁我身后的南投县选委会，请秉持行政中立、依法的来办理审查。我们尊重制度，也尊重程序，但是对于上周出现的这个疑似不当剔除合格联署书的情况。那我们希望不再发生。罢团来势汹汹，立委油耗也表态尊重罢团行使公民权利，但也点出这场大罢免的本质就是赖清德发起的恶罢。我们尊重任何形式的公民行动，但是我们还是要让民众清楚的知道，这一个2·1罢免它其实就是一个政治斗争，就是一个甚至对于在野党的一个清算。那这不是民主，这是伤害民主，这才是真正独裁的一个作为。反制罢团罢免，台北市立委罗志祥继上次战车力挺立委徐巧芯后，这一回也以实际行动力力挺油耗，开出反恶罢战车进驻南投，悉心喊话一定会坚定打赢这场2罢之战。感谢罗志祥委员南北连线，就是好强守护。蓝委团结抵抗大罢免，呼吁选民对罢免案投下不同意票。来蓝轩。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民进党政府，总而言之是卯尽全力都在拼这个有关于罢免的事情所以我稍微讲一下刚才那个资通电军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政治上面的话呢，我觉得民进党基本上都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去回避一些事实上他们真的可能是做不好的，或者有一些疏漏的地方。因为仔细去看有关于呢中国大陆公布这个资通电军，它其实重点不是在什么悬赏1万块钱人民币是不是太多太少的问题，它事实上公布的地方，它包括了这些资通电军他们所用的一些网络的代号，他们用的一些手法，他们甚至所属的台湾的一些相关的组织跟架构，什么属于什么资通讯电信处啦、网络作战处啦、电子作战处啦、后勤处等等4个内设机构，以及什么样子的一个什么测训中心。然后的话，我们是怎么样去进行联络，怎么样去训练这些人，这些人经过多少时间的训练，因此成为了什么样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资通电军，他们分布在哪些单位，都搞得一清二楚。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今天如果说我们说两岸就像是民进党所说的这么的微带，然后呢，我最近在这个 LINE 上面不断的接到一个讯息，这个讯息就是沈伯洋发的，战争来了怎么办？黑熊学院民防基础线上课，还叫你交钱给他，他要教你怎么样的来进行呢这个民防。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如果是政府要求大家呢，哇，这个担心两岸台海声波，所以呢要教你一些民防的基本的概念的话，怎么还要跟大家收钱啊？这个黑熊学院你还怕你还跟美国拿的钱不够多，还跟大家收钱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像这些事情，如果说这么重要的话，那么我们的资通电军一下子就被人家掌握到整个的背景、组织跟这个机构系统。我想他们说的是真还是说假的？如果是的话，那代表我们的国防部的很多的单位不都全都漏了吗？我觉得这份事让政府应该出来说话那回过头来看现在，那所以问题是他们现在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相关的罢免，所以我认为呢，蒋万安带领这些县市长去立法、去行政里面诉愿，我觉得应该是要做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态度问题。就到现在为止的话呢，整个的气氛你会看得到，感觉起来呢，当然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在党过去这段时间罢免罢不到半天，没有一个案子成的，所以大家就会去笑这个国民党，哎呀，很逊啦，很弱啦，然后的话呢，不罢播啦，然后呢会觉得说在立法院里面，这个在野党显然是一个乱源。但是大家不要忘记了，你今天在批评，就算说国民党他启动的慢，然后呢显得有点笨，然后呢斗争的手法有点混，但是重点在于说，我们要问的是，我们到底要监督谁？你要监督在野党吗？你今天觉得国民党混，国民党笨，然后呢？问题是权力跟资源都在民进党手上啊，所以我觉得重点在于说，今天当权力跟资源都在民进党手上，而且他们做的，他们当家却要闹事，站着茅坑去不拉屎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当然大家有态度。所以我觉得蒋万安这个部分等于是在国会之外另辟了一个战场，因为国会到目前为止，坦白说，接下来就是一个反罢免的这场战硬仗而已了他现在很难去发动任何一个罢免绿营的这个罢免案了。那所以他在另辟战场当中，我认为县长站出这个态度是对的，而且还是依法论法嘛，本来就是这样的，他当然有这个诉愿的资格啊，不是吗？你今天中央预算是一回事，地方预算是一回事。你因为中央预算被统删了，所以你就要去删地方预算，我觉得没这个道理所以回过头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反罢免，你会发现现在民进党，我真的觉得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在跟他相互配合。我在看这些媒体报道的时候，几乎天天在替他催票。今天南投县差几票啦，大家去催啊，怎么样啦？哎呀，今天华磊成功了，送进去啦。那今天哪一个议员没有交联署书？他是这样的点的甚至呢，他们会点名说，今天哪一个县市的县市议员并没有成功的帮忙联署，所以你这个东西还配当民进党市议员吗？大家不需要去这个出征他吗？他是这样子去搞这个内部的，就把这么一个罢免案已经当做一个内部的动员、情绪的动员，像一个这个民粹，像一个小红卫兵一样，不只是去针对蓝营的人，还针对绿营的人动员不利的，还会进行批评。所以我觉得现在看起来，南投这个地方，你在台北市，当你呢这个地方的选委会感觉到好像放水的时候，他就批评你太松了。当这个南投的这个地方选委会看起来呢很认真的看你，你写字是不是过于潦草，看不懂？他说你太严了，行政调查，反正都是你在说啦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反正现在的话呢，一个一个成案，我觉得已经没有任何悬念了。接下来不管是7月还是不管是8月，就是站在一个在野监督政府的立场，你是不是要让政府他用所谓的更大的民主这件事情，遂行很多事实上是不民主的观念、不民主的动作。我觉得这个问题事实上，如果说国民党在野党，包括民众党也一样，我觉得蓝白就是现在你只能够用更具体的行动，而且是毫无退路，就是
退此一步，急无死所的这样的心态，真正的去捍卫台湾的民主，我觉得这才是大家期待的在野党。因为当时中央还说要调查南投选委会行政调查，为什么会让这些过？然后我只好奇，油耗员还差145份怎么一下子就补出2000多份？在南投那种地方不太容易啊。南投面积很大，人口密度不是很高。现在再回来。好，监察委员被曝滥用公务车那田秋瑾委员说，现在不给他们私人使用了，他就抱怨，他说这2天下雨这2天下雨，轿车也调不到在路上也不好拦车我在路边拦了30分钟计程车才顺利搭上车，所以我开会迟到了。你们希望我这样吗？你们希望我开会迟到吗？对不对？你不希望开会迟到，干嘛我在路边拦车呢？又拦不到，又下雨，淋了雨所以呢，公务车是希望能够赶快处理公务对不对？意思就是说，你看人家1个月发那么多钱给我，但我都迟到了，谁害的？就你们害的你们不让我搭公务车徐巧芯说，这个田秋瑾有搭公务车，这个私用。那田秋瑾说，不能没证据，空口说白话而且不是只有监察院有公务车，你立法院没有吗？立法院也有公务车徐巧芯说：“哎呦，没有公务车，你上班就会迟到，民间疾苦你都不懂很荒谬网络上有讲说，这不是一般人的日常的这个就是这样子过的吗？下雨就早一点出门要不然挤公车要不然拦车，要不然开车的话路上会堵也是要早一点出门那不是一般人都这样过，你就不能这样过呢好，那现在廉政署呢说要通令全国政风单位全面清查，看看公务车到底怎么用的那另外呢，这个民众党说韩国瑜应该开修宪委员会，把这个监察院给他废掉因为民进党原来就主张废监院了那民进党现在的讲法说，因为宪法规定有监察院所以我们也就提名监察委员那如果民进党也同意废，那民进党也绝对要废，那就废了嘛，那就够了否则的话你这个席次是不够的那另外呢，好，那么除了监委、立委那个。田秋瑾不是说立法院有了都没有人搭公务车他们也拍到立法委员包括吴思瑶、沈伯洋去吃火锅，蔡其昌那他们呢这个吴佩益、黄捷、沈伯洋走上公务车之前面然后呢还确认一下状况然后呢说这个车牌就是立法院的公务车牌，到了万华区詹记麻辣火锅去聚餐像一个火锅趴一样，有10名立委出席至少4个人被看到是搭立法院的公务车去吃火锅那沈伯洋就说了是怎样这是午休我们去吃午餐吃完午餐就回立法院是不行吗？大家一起坐车，我们要讨论下午的议程这都不可以吗？是怎样吗？那民进党说我们不是只有民进党搭公务车吃火锅了，说傅昆萁、韩国瑜也是搭公务车呢去吃饭等等我们看一下，包含叶宜津监察委员、田秋瑾监察委员也有滥用公务车的情形。监察院公务车风波又有新进度，立委徐巧芯指控接获线报，监委叶宜津、田秋瑾也涉及滥用公务车，只是徐巧芯没有照片佐证，但呼吁监察院应该全面彻查。有照片才要道歉，那没有照片的话呢，就可以便宜行事。所以我想，今天监察院如果有诚意要解决现在的这个乱象，应该对于每一位监察委员做全面性的调查。而起初炸出公务车风暴的监察院秘书长李俊毅，即便辞职想灭火，但他的争议还有这件事。那今天会解释一下小金库的部分吗？时任立委的新竹市长高虹安涉诈助理加班费、私设公积金制度，一审遭判7年4个月。关键证人前助理小兔黄慧文，曾是李俊毅立委办公室助理，更把公积金制度带进高虹安办公室，两人双双遭检举。但北检以他自案分案后，仅传唤1次小兔到案说明，就再也没有任何进展。在当时候的助理黄慧文、小兔，他都指明了。高虹安的公积金制度是来自于立委李俊毅的办公室，而且李俊毅也被直接告发。李俊毅当时候的案子却他自案侦办已经26个月，
通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是司法的不公。检调看起来是我们去告发一个才查一个。李俊毅的助理费以及滥用公务车案，北检都分他自案调查，但助理费26个月没下文，再也炮轰司法双标，呼吁北检积极办案。那庭委，我们想刚刚看到这个行政院3地方补助款，然后看到罢免，看到监察院公务车，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跟大家报告，史上新高，史无前例，实在可恶。史上新高，我们拥有总预算2.9兆，中华民国历史新高。携带着这么多的预算，现阶段竟然冒出了行政院3地方补助款，监察院一手喊着没钱加油，一手滥用公务车，又喊着没钱，又可以搞大罢免，又可以办罢免业务。第二个，史无前例，史无前例，我们看到真的大罢免史无前例，世界唯一。还有我们看到史无前例，竟然可以3地方补助款，而且明明有3个计划给他建议，他偏偏要采用3地方补助款。台中就影响64万人，低收学童、老人、国民年金，这些是行政院希望看到的吗？第三，实在可恶。我们看到实在可恶，他删除地方补助款，要求现在在审查预算的立法委员，你要追加预算。你不听我的，我就删你的地方预算，你就是掳人勒赎嘛。第二，你一手喊着没钱，一手滥用公帑，看到监察院这样子，看到了柯建铭讲出这些话，结果呢，对自己所谓的贪污腐败完全双标，对自己的滥用公帑完全双标，你不觉得他很可恶吗？那你看到司法，不管是司法办蓝不办绿，甚至是司法的案件，我们看到了柯 P。就是不断的在滥用司法，成为了政党的工具，实在可恶。所以我要拜托大家，刚蓝迅姐有讲，或许观众朋友，你觉得国民党很笨，你觉得国民党很慢，我相信你们都是恨铁不成钢。但是我要拜托大家，立法院有一群青壮派，甚至我们青年，我们一直在努力，我们在努力的打拼，我们在努力的监督。为民前锋，我要拜托大家，放下了你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全力的协助我们。拜托大家，如果你不同意柯建铭担任立法院院长，拜托你出来投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监察院田秋瑾讲的，他没有公务车，他会迟到，拜托你出来投不同意。如果你不同意李俊毅说没钱加油，但是狗狗有钱美容，再去美容。拜托你出来投不同意。看到现在的政治乱象，让整个民不聊生，让整个经济有问题，还不知道赶紧去协助产业，协助所有的人民的困境，这些你都不同意，站出来投下不同意。我们站在守护台湾最重要的民主路上，一起团结。洪伟，我觉得民进党执政太久，然后这些高官呢吃香喝辣太久。所以他们现在脑袋里面想的东西其实跟我们一般的这个升斗小民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李俊毅，他第一时间被抓到说那个宠物美容，他讲什么吗？他讲说，哎，我们家爱犬年事已高啊，所以我那天很忙，听了以后他整个炸锅，说，哎，这人不如狗。你的爱犬年事已高，那有多少年事已高的长者，他有这样的待遇吗？他可以有一个公务车专门带他去美容吗？专门带他去，连专门带他去看病都没有办法。好，那田秋瑾也是一样啊，最近确实啊，这个非常不稳定，所以他讲说这很不方便啊，你害我迟到啊。我先插播一下，为什么他会迟到？你知道监察院还被抓出来。监察院呢，最近的一次院会9点开会，什么时候结束？你知道吗？9点04分结束。这个这么短的9点开会，9点04分就结束，所以你一定要赶快去了。你晚5分钟你就迟到了，而且会议结束了。你知道他们怎么这样的真的爽歪歪啊？然后现在呢，田秋瑾现在说，哎呀，最近下雨，好，那我叫不到车。所以呢，你们怎么可以让我们不能用公务车呢？太不方便。但他不晓得台湾有将近1000万的
不管是上学的通勤，或者是上班的通勤，有多少人都在一样的天气气候之下通勤？那有没有人可以去跟公司老板说，请你派公务车给我啊？不然你的会我没有办法开啊，我会迟到。所以就说他们的想法已经跟真的一般的老百姓的想法真的距离太遥远，这就是吃香喝辣太久了。另外我稍微补充一下，因为待会儿有下一趴有同样类似的，现在的这个司法，大家刚刚讲说是不是办蓝不办绿，同样的助理费就是那个加班费的问题，李俊英办公室用这一套的这个程序。高虹安也用同样的程序，高虹安被办了，对不对？公积金，对，公积金呢，就完全就是连那个市长都被停职了。李俊毅呢？李俊毅下来不是因为这个公积金啊，是因为他那个宠物用那个公务车去美容。为什么同样的事情，李俊毅有没有人告发他呢？有人告发他，但是请问有没有办呢？没有办，而且到现在都没有办。这不就跟我们在讲说那个超联署书是一样的吗？过去呢你会办吗？你不会办。但是现在呢，因为我要保护我的立法委员不能够办，所以呢我就全力用司法。而这些司法的这些工具，比如待会我们会讨论到陈欧珀，我这边补充一下，陈欧珀当然他那个情节其实是非常严重。你长期去拿一家公司的顾问费，然后帮他修法，这有没有涉及贪渎呢？当然有涉及贪污，但是之前有没有办呢？为什么现在在办呢？现在就传出说，因为陈欧珀呢，他现在全力在准备要参选宜兰县县长，人家没有让你参选啊，你都不听劝告，这个时候我就拿一个司法来办你。那这样的状况只有陈欧珀吗？没有啊，之前的林岱樺不是也是如此吗？你不是想要选吗？没有人让你选，好，我就办你林岱樺的助理费。那最近我们台北市一位议员，还是我这个选区他对我很坏了。可是我要讲，最近呢，这个有个陈怡君议员也是助理费又来一个案外案，继续羁押他跟他的助理，也是一样，他也是拿顾问费。你会觉得说，怎么这个时候为什么对自己的人下手这么重？陈怡君是跟谁同一派系呢？他是怎么在挺陈亭妃的呢？有没有就是那个敲山震虎啊？所以你会发现在整个司法里面，其实就是办蓝不办绿。但他一定讲说，谁说不办蓝不办绿？我绿的也办，陈欧珀也办，陈怡君也办呢，我林岱樺也办呢。可是后面有没有一些政治因素？有没有一些你的派系之间的在斗争的因素？我觉得你真的经得起检验吗？而我们现在连续有这么多的案件，当司法沦为东厂，当司法沦为这些政治不管对内对外的整肃工具的时候，这个国家真的是完全下沉沦。休息一下再回来。好，刚刚讲陈欧珀宜兰选出来的立法委员7年涉及收贿400万，而且呢，卸任立委之前他的这个账户那多了差不多1000万那钱哪里来的讲不清楚财产来源不明吧那另外呢，为什么把他羁押禁见？说他因为出入境比较频繁，常常出国，所以随时可以跑，也是这样那另外呢，给他住处搜出的神秘笔记本。说呢，怀疑是收了 IMB 的诈骗主嫌800万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曾经帮陈欧珀背书过，说他没有涉不法那现在 IMB 案呢有一个自救会，说你要不要道歉呢？你有没有拿他的钱呢？有没有拿他的钱帮他干嘛那有时候会说2年以前就告发陈欧珀涉贪，然后呢，现在你还能搜出什么东西来？2年以前就告发了你都不收，当时觉得他没关系。昨天那个这个。也有人在我们节目里讲陈晚会了是说呢，嘉义现在到处有看到宜兰到处有看到他的大看板，就表示他要选举了嘛要选举，你没有叫你选你就选，你什么意思来捣蛋那地方也质疑了说难道不是赖清德的人马就会被锁定吗？怎么这么奇怪呢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子呢我们看大的看板都挂出来了传出来说是因为派系斗争了，王世坚说跟派系没关，派系没关。我们先看一下
他怎么被收押情况。前民进党立委陈欧珀涉及贪污案遭收押禁见。5号凌晨，双手上铐走上囚车，被载到台北看守所。他被检方查出涉嫌收受国际物流公司每个月10万元不当利益，前后加总400多万元。陈欧珀否认犯行，开庭开了2个小时，羁押原因也曝光了。法官认为有事实足以认定陈欧珀有灭证串供之余，加上他出入境频繁，有相当理由认为有逃亡风险。委员有没有觉得自己被迫害？你拿了多少钱？他不仅住处被搜出300万现金，还被查扣一本记载不少金流记录的笔记本，其中一笔疑似注记收到 IMB 吸金诈骗案曾姓主谋800万元不法资金，而他的账户还有上千万元不明款项，交代不清。昨天检调搜查陈欧珀住处，翻到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 IMB 800万，我们就想问，当初检调在侦办 IMB 案，是没有查到，还是根本不敢查？我们这些受害人这2年来到处奔波，你们真的有替我们找回真相吗？另外，他成立的台湾境宜兰发展协会，疑似也被他以做假账核销的方式侵占公款，由妻子把钱拿去付个人保险费，妻子到案后交代金流，讯后80万元交保。你要说你贪污那个话说，你拿了多少钱？陈欧珀当初强调 IMB 吸金案与他无关，却被发现可疑笔记本，形象也大大受创，政治生涯想拼东山再起，恐怕不是这么容易。麦教育。这2年前的 IMB 事件，我想大家是这个记忆犹新。当时受害者高达500多人。那对于台湾来讲，我想大家对于诈骗集团都是深恶痛绝哦。所以陈欧珀当时卷入个 IMB 相关哦，跟相关人士有密切往来，其实当时就引发蛮大的争议。那他也是因此才请辞了立委的职务。那虽然这个事经2年哦，但是看起来检调还是持续在侦办，而且现在显然是有掌握到新的事证哦，才会重启调查。那对陈欧珀个人而言哦，竟然把相关的笔记本还摆在家里，显然他自己没有这个警觉性，或者是他认为说事情已经过去了，甚至还认为说自己可以参选宜兰县长。所以我觉得这整个事件，当然对于现在司法来讲，我想赖清德总统宣示的非常明确哦，不分蓝绿，勿枉勿纵哦，该办就办。所以一直以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不管是最近办绿办蓝，其实大家都有看到嘛，都有在办哦，并不是只办蓝不办绿哦。民进党里面非常多的民意代表最近也相关的市政等等被侦办，所以我觉得大家当然期待就是说司法能够更清明，然后让这些过去汤江枉法的事情都能够一一的被这个追查嘛。那所以在这个事件上，我们还是希望说司法勿枉勿纵，然后赶快把真相厘清。游淑慧啊，他说，你看他写下来说，2023年5月22号，徐巧芯、游淑慧、张世刚、廖先祥到台北地检署告发陈欧珀违反政治献金法。2年以后，到了2025年的6月3号，媒体说啊，当时被徐巧芯、张世刚、游淑慧告发的这个前民进党委员陈欧珀，然后呢被检举说收不正当的利益，所以呢地检署发动搜索。所以游淑慧律师说，都2年了，2年你干嘛？那到底是不是跟这个陈欧珀有意选这个宜兰县长有关？到底有还是没有？我们看一下。我跟会议要前往壮围海边欣赏日出。才开心宣传完宜兰美景，隔天前民进党立委陈欧珀就因涉嫌收贿护航业者遭检方声押。除了司法证据之外，外界纷纷点出，恐怕也因为陈欧珀近日陆空战动作频频，2026想回国参选县长，牵扯出党内派系斗争外，2022年的这段话或许也是关键。哪有副总统来接任？我认为这个在宪政设计上，前者不符。当年曾公开反对赖总统参选民进党党主席，是否也成为陈欧珀被盯上的原因？毕竟从郑文灿、许明春到李俊毅，似乎只要非亲赖系对初选有想法，或跟赖总统有些不愉快，恐怕就是下一个目标。司法是公平的，那这件事情跟民进党的派系当然一点都没有关系。那我个人是相信这件事情，他可能有些被误解到。如今和陈欧珀同派系的立委林岱樺、前政国会议员陈怡君也都深陷司法案件调查中。那2022年坐在陈欧珀旁的陈亭妃是否会担心？对此，智电疏通他都没有回应，政国会也都纷纷避谈。这个不要再讲论派系好了，是你这牵涉到司法的问题，你就让司法先去厘清嘛。
既然没有事后你，我就可以讲，咱比赛公好讲政治不讲那个了。不，那个我不懂。刚好有几位都风口浪尖，就怕多说多错。不过赖系立委也赶紧澄清还价，要尊重司法侦判吧，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政治，好吗？如今随着陈欧珀镇压，背后是否藏着派系纠葛也被放大。那江龙，我们刚提了，我广告中提了几个人，比如说郑文灿，之前还有陈启玉，台盐的董事长，许明春，前劳动部长。许明春上个礼拜把他的参选市长的办公室关了，他说他后悔了，他后悔，后悔就好了，后悔就没事，就我觉得都很棒。就是说我们纯粹我们没有这证据，我们纯粹就只是一种，你就政治嘛，靠想象，就怎么会这么刚好呢？就是要参选的就有事，不同派系的就有事。但是我并不是说今天也不要说啊，你看我们并没有呢半蓝不半绿，你看绿的，你看陈欧珀，你看李林黛桦，你看呢郑文灿，你看陈启玉，你看这个的许明春，有啊，许明春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一件超大条的事情。我说蓝跟绿现在呢摆在台面上，你关心的案子，它有本质上的不同，就是蓝的是小案大办到不成比例。而绿的是大案小办，只要呢认错了之后，办公室撤了，这样大概就准备认错，就准备要退场的。我是说，如果按照相同的比例，如果今天蓝的地方党部，然后参与联署的党工，然后民政局长都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署过程，何况呢最后呢基本上面也都没有成案，甚至呢承受很多压力呢，有的呢都已经呢办调子都已经退了，这些呢都要办得风风火火。但是那些监察委员好像呢，只要呢请辞了，秘书长请辞了之后就没有事是吗？我们难道看不出来？就是说，这些人当今天民进党从上到下都在呢，我之前用过的成语“公孙不备”，就他告诉大家说呢，因为立法院35的预算，我们很辛苦，我们现在呢也没有办法请你们喝咖啡了，也没有办法呢提供了上厕所的卫生纸了。今天呢520的时候呢，只能够呢买杯子蛋糕，插一根蜡烛，大家示意一下呢，都没有，因为我们过得很辛苦，所以我回过头去呢砍了地方的预算。我不知道因为我们年纪够老，上个世纪的90年代的时候，民进党呢在从一个呢建党之后崛起的过程当中，一个关键性的事件叫做从地方包围中央。民进党还记得嘛？我想赖清德大概都很有印象，因为你们那时候呢都是从野百合学运刚出来的，郑文灿这些人那个时候呢都在里面，林佳龙他你们都在里面。地方包围中央是在干什么？就是告诉你说呢，台湾不应该中央集权，地方这政府呢应该享有更多的资源分配，跟你现在在做的事情是完全相反的事情。我说你们这些人换了屁股换了脑袋，嘴是2张皮，我知道正反都有理，可是你不能够自相矛盾，你不能够允许今天呢，在监察院里面明明呢是一堆米虫了，这一堆米虫呢还能够便宜行事，还能够假公济私，还能够倚老卖老，被抓到了之后呢，还能够振振有词，就是我们家里面的狗，我们家里面的猫呢，年事已高。如果你今天形容是你爸是你妈呢，那我就觉得就算了。你形容你家的猫跟狗，你在侮辱谁呢？但是今天面对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认为这些事情现职的监察委员负责呢，要建构呢台湾的官箴的监察委员，在这种的事情当中来讲，给自己的尺度呢这么的宽松，这么的模糊，可是呢，对于在野党的尺度呢这么的严苛，手段呢这么的蛮横，可是呢，对于自己执政党这些的大的，我说到现在为止，大家会觉得啊，那人家郑文灿也有办。我想郑文灿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认为是高举轻放的，还有许多的要不要被代记，到现在为止呢，我们是没有看到的这些的案件。它在不成比例的情况下面呢，所翻出来的民进党现在的官箴，
我不敢说呢，接下去还会有更多的案子。可是不管是办自己的党内的，或者是办在野党的，他都只会让大家呢对于目前台湾的政治空气呢更不信任。赖清德到底要标举什么？我真的看不懂。除了大罢免之外，尤其现在呢在呼应大罢，大家留意一下，如果你身边呢有过去呢是反核很积极的，你看他现在干，他保证呢在搞大罢免。过去呢，如果在你身边呢有人主张要废死的，现在如果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告诉你，他绝对在搞大罢免。民进党身边就同样的一票人，今天呢在艺文界里面呢，在所有的文化圈子里面呢，这些擦脂抹粉的，帮民进党什么东西都在搞的。两边呢，两头赚了，两头甜的，现在大概都在搞大罢免。台湾的老百姓能够看懂这些事情吗？同样的一票人，甘于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司法也只是工具的手段而已。我想想说，民进党以前的帝王包回中央，对啊，问题是他现在那时候因为他没有中央的权利，现在有中央的权利了，有中央权利还管你什么地方呢？而且地方国民党多，民进党没几个啊。对不对？那民进党可以用别的方法补助你啊，不需要用这个补助款啊，用其他专案的报告来，专案的要求来，我再补助你啊。那民进党以前不是说不要监察院吗？对啊，不是讲了吗？没错啊。对，马英九的时候提名监察院，立法院被干掉，然后呢，马英九不补提了，那等于监察院空一半了。那民进党不会吗？他现在是维护宪法，他一方面要毁宪，一方面要维护宪法。那时候民进党天天骂侨务委员，记得吗？然后民进党执政以后，侨务委员比以前还多，数目比以前还多。民进党之前一直喊内阁制啊，李鸿禧，这个李俊毅的爸爸，李鸿禧来个贼，来个贼，我们要来个贼。那现在来个贼在哪里呢？当了总统以后还来个鬼啊，来个什么来个？需要再回来。好吧，台中的这个污染很严重，空气啊，卢秀燕连说了3次要我们用肺发电啊，甚至还有人说是用命发电啊。卢秀燕批中央啊，有没有照顾到中部中彰投，其实都受到这个纵火的影响啊。那这个因为呢，主要他们昨天通过了5枚，立法院通过2028中火要5枚，但是呢，好像这个经济部长还是反正是他们是相关人员还是台电说，2035年再来说了，现在2025哎。到2035 10年，你要中部人怎么办啊？卢秀燕说呢，这个民进党不应该变成门神了啊，而且呢，要不要核电回归？哦，他说你现在是鸡尾酒式的发电哈，那现在不管这个水力、天然气、再生能源，这回鸡尾酒都要有嘛，你不能说要这个不要那个，它基本上是一个多元的方式嘛哈。那台电说我们不能用无电来换无煤，就是你们无煤我就无电了啦，你们还要无煤。没煤就没电。卢秀燕就说呢，这个2028 5煤中火电力会瘫痪吗？哦，说你3个燃气会抵个10个燃煤啊，为什么不就是燃气呢？啊，那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在立法院，那这个通过2028 5煤中火，我们要代表台中市，代表中部地区非常谢谢立法院蓝白的委员，捍卫中部地区700万民众的健康和空气品质，用肺发电，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民众都在用肺发电。一个环境部长叫我们不要讲用肺发电，叫我们默认这个事实，叫我们要呼吸脏空气，而且还不能发生。谁假如发生，向左用扫。志轩。这个卢市长他站在地方父母官的角度去凸显说用肺发电这件的严重性完全没有问题。他是台中市长，他保护台中市民。其实过去这10年、15年，真的台中的发展是很恐怖的。我们是住在台北没感觉，有时候我们偶尔下去台中一次，那真的会吓一大跳，怎么台中突然变成这个样子？可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灰灰雾蒙蒙的，台中人的空气过去几年一直是如此。那现在我个人是比较悲观了看待这件事情。为什么我这样讲？这次在立法院通过又如何？现在民进党政府已经证明给你看了，立法院几乎把你虚化掉了。你通过再多的主决议，你修再多的法，它就是有办法不执行，你能怎么办？所以我觉得现在能源最大的问题是台电根本民进党政府针对能源完全不说真话。他在新达电厂不是如此吗？如果民众党没有黄国昌委员他们下去考察，怎么会踢爆这么多的谎言？所以今天民众被蒙在鼓里。用肺在发电这件事情，我觉得毋庸置疑。大家要看清楚，因为他的错误政策，他现在2分法给你选嘛，
第一个，你要电还是你要用废发电？我不能两个都不要吗？今天是你错误的政策造成我们没有别的选项，所以我对于立法院，当然为台中市民、为南部的市民去过这样子的法案，我觉得非常的好。可是我真的高度的怀疑，民进党到底会不会这个买单？你连预算他都有办法这样子搞。刚刚讲到的这个地方，这个3减地方的这个法定预算，民进党现在套路是什么？一方面他就来赌嘛，看看你们在野党的立委在立法院受不受得了。如果这个民意压力太大了，你受不了，在解冻上面，他或许会得到他要的这个红利。第二个，这个中央掌握地方嘛，过去你们这些地方诸侯，只要非民进党地方诸侯根本不甩我，现在你们还不是要一一乖乖排队来行政院，告诉我你们的难处是什么？所以民进党现在在玩的就是一套的套路手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当然就是刚刚庭委讲到的大罢免。刚刚他这个肺腑之言，这个慷慨激昂的演说，坐在我旁边的高嘉瑜，我看到可能都会投不同意票，都会被你感动。所以如果说今天民进党的大罢免成功，我认为他们会觉得他们自己不可一世，他们就没办法挡，甚至我们提出的修宪。等海水退了，就知道谁没穿裤子。民进党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他支持了台湾民众党在这个立法院提的修宪，我跟你讲，那算我赌输了。我请高嘉瑜喝珍珠奶茶。嘉瑜，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再生能源的这个目标，我们能够达成，就是说2025现在慢慢提高到20%这个目标。那目前是虽然只有9%，但是还是在进步中。我们已经进入了非核家园。那对民进党政府来讲，其实蒸汽减煤就是我们长远要做的事情。只是在这个过渡时期，确实这个天然气的发电还没有办法达到我们所期待的50%，目前大概是39%。那现在燃煤发电大概是30%，但是我们希望逐年的降低。那以现在台中的状况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天然气现在最差的就是储能设备不足。那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增加到150万千瓦的储能，包括整个天然气跟再生能源。那过去到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核能发电的问题，那确实如果有新的设备能够去解决现在所疑虑的核废的问题，或者是核安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所考虑的方向。只是在现阶段，台湾已经达到非核家园的目标，稳定的用电跟发电也是现在政府必须要负担的责任。所以能够减少燃煤发电，也是政府努力的方向。也希望台中市政府大家能够一起来努力跟配合。好，卓荣泰说，中火要无煤目标2034，就10年以后哈。那另外经济部也警告，所以你们不要电影响高科技进驻台中，所以到时候高科技不到台中都是你们害的。来娟，不是，我觉得嘉瑜刚刚那一段真的像被文宣了啊！你就说好，这个蒸汽减煤，请问要到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你说进入了非核家园之后呢？再三保证，你不过就几个礼拜前，绝对不会缺电，绝对不会缺电之后呢，你的备载运转率突然间到了8以下，必须要去动用大林、动用新达，还到了6以下去动用这个台中的这个中火，你夸张到什么程度？一般的这个备转容量率基本上是15%，备转运转率它是10%，所以10%已经算是很低的一个标准了，因应你一个突发的状况。但是你已经到了8%，到了6%了，而且呢，你去运转，你不告诉大家，你不需要经过许可，你偷偷的说发个 line 给台电，就好了，那台电也不用告诉大家。所以我觉得很夸张。今天这个高雄市议会已经休会了他们昨天通过了一个叫做碳预算。整个的会议，我就最近特别去看这个高雄市会到底针对这个事情有没有说话。好歹台中市的市长替大家争取，跟大家说呢，这个用费发电我没有办法接受。你说有没有用？我告诉你，这一次的罢免就有用。我觉得对高雄来说，那高雄市长在干嘛的呢？陈其迈大家问你说，你为什么不能要求他给个许可呢？告诉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我们通过你才可以开。他连这个都不敢做。今天的李在明他们为什么选举过后看起来整个的气势这个大振，他们是用选票去惩罚一个戒严政府，惩罚一个内乱政府。他们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公民投票，很简单，我们就把大民当做一个对于赖清德的信任投票啊。其实这一个主题案我是主题案之一，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我们是集结了许多的环保团体，甚至专业人士。最重要的依据是什么？经济部的数据。经济部给我们，不管是新增所谓的燃气机组相关的发电，还有除役的机组，它都有相关的表格，很清楚的讲到2028会增加8990 megawatt。那10部燃煤机组台中中火是5500 megawatt。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除非是经济部说谎，那你台电应该要去找经济部啊。那怎么会台电现在一直用无电来恐吓我们？
我们要跟大家特别报告，这一连串的就是抹黑，就是抹红，还有网络上在讲说我们现在一直过度依赖燃气机组，就是要方便中共来侵略。拜托，早就讲过几百次了。早就提醒现在的赖政府几千次了，你现在还在这种论述拿出来？台中人肺癌的罹患率已经高于全国的平均。我在2016年亲自看过肺腺癌切下来，右上肺叶癌细胞，我历历在目。当时我只是里长，现在我做到议员了，我去中火绝食抗议；做到立法委员，我一定要通过，为台中人发声，台中优先。洪伟，我想要当年林佳龙当台中市长的时候那台中还有这个叫做什么抗空屋的豪宅，就是林佳龙就住在里面。那到底有多少人能够去住到抗空屋的豪宅？所以我觉得给市民一个干净的环境，这是最基本的。所以我觉得